这绝对是影史上最催泪的善意谎言。一个普通的邮递员，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，竟然用自己的工资和生命编织了一个长达5年的骗局。故事发生在大山深处，女人名叫翠菊，她的丈夫秉银在外打工，家里只剩她、儿子木耳，还有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婆婆。这个家的所有念想都寄托在邮递员明亮的自行车铃声上，因为每一次铃声响起，都意味着丈夫的来信和汇款。这天，明亮又带来了秉银的消息和一笔钱，叮嘱翠菊要照顾好婆婆和自己。翠菊不识字，每次都得麻烦村里的七叔帮忙念信，信里是丈夫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承诺。翠菊听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，她坚信丈夫在外拼搏都是为了这个家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这个她等了5年的男人，其实早已不在人世。5年前，就在翠菊临盆之际，明亮送来了一封真正的信和2000块钱，那其实是秉银意外身亡的抚恤金。看着即将生产的翠菊，明亮实在不忍心说出真相，他把这个天大的秘密藏在了心里。从那天起，明亮就成了秉银的化身。他模仿着秉银的口吻，定期给翠菊写信，再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来冒充秉银的汇款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明亮成了这个家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儿子木耳更是把他当成了半个父亲，每次都缠着要坐他的自行车。村里的邻居嫂子看不下去，总劝翠菊说，秉银几年不回家，准是在外面有了野女人。每当这时，翠菊都坚信丈夫不是那样的人。一次家宴上，酒过3巡的七叔和嫂子又开始埋怨秉银，说他不是个东西，把一个家扔给女人活受寡。翠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同样喝多了的明亮站了出来，他激动地为秉银辩护，说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，能一下子寄2000块钱回来，得在外面吃多少苦。这番话不仅让翠菊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也让七叔和嫂子哑口无言。然而他们谁都不知道，明亮说的每一句话，其实都是在说他自己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在一个暴雨天，明亮为了给翠菊家送钱，在湿滑的山路上连人带车摔下了悬崖。几天后，他重伤不治，一个新邮递员接替了他的工作。当翠菊焦急地询问丈夫的信时，新邮递员却告诉她一个晴天霹雳，他手里的大部分信件都没有邮戳，字迹也完全不同，是假的。翠菊当场石化，她拿着信找到七叔，七叔仔细比对后也惊呆了，这几十封信竟然真的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再也不会出现的邮递员明亮。翠菊疯了一样的冲出大山，找到了县城里明亮的家。开门的是明亮年迈的母亲，老人递给翠菊一个包裹，里面是明亮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。直到这一刻，真相才被彻底揭开。秉银早在5年前就已去世，这5年来所有的信、所有的钱，全都是明亮一个人默默的付出。信的最后，明亮写道：“嫂子，我这样做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看到这里，翠菊再也控制不住，积攒了5年的委屈、困惑和感动瞬间决堤。故事的最后，她又一次走出大山，把明亮孤苦无依的母亲接回了自己的家。她拉着儿子木耳，对着老人跪下，让孩子叫了一声奶奶。2个破碎的家庭，因为一个善意的谎言，从此永远的连接在了一起。